见刘大人。我不会让你抓住他。秦捕头，秦捕头，你没事吧？怎么才来啊？怪我来迟了。项武呢？里边。好，走。孟南，秦捕头，你去救项武，我去看见孟南。小心。输了。承让，承让，傅大人。刘大人，您这盘棋下的漂亮。阿里了，阿里，傅大人，您啊太大意了。但是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有没有兴趣再来一盘啊？傅大人，我还有事，就不给您这机会了啊，咱们改天再说啊。复复盘，复复盘。哎，好的。站住！臭丫头，盯得够紧的呀！我看你是活腻歪了。王秉忠，这话你说早了吧？今天咱们俩谁死谁活还不一定。刘墉办案那是他自己的事情，你非要掺和其中，怎么也想把小命搭进去啊？刘大人办案，为国为民那是好事，可你呢？即使没有刘大人在，我也不会让你在这世上活着，继续害人。好大的口气啊！邱燕飞，这名字你还记得吗？邱燕飞。要不是你，我们何必费这么大的周折呀？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不下毒，把他们全都毒死？你就是以杀人为乐，难道那些孩子也该死吗？你无权过分缘由。作为鬼仆，必须遵命于13衙门，不管你愿不愿意，都得完全服从。这是责任。我做不到，我要退出。笑话，我没有见过谁能够全身而退的。
鬼仆手册自废武功，还你自由。你要废了自己。不想我的手上再沾上任何人的冤魂。你可得想清楚。我意已决。好，既然你意已决，那我就成全你。不过我得告诉你，从此以后不许告诉任何人关于13衙门的事情，不许做任何对不起13衙门的事情，否则必诛之。还有，在废了你武功之后，必须3个时辰之内离开京城，否则别说我不讲情义。那个不知死活的仵作，邱猛男。如果我要没猜错的话，你就是邱燕飞的女儿。在东昌府，我爹是死在你手上。这雪藏多年的秘密，竟然让你给挖出来了。好，既然这样，我就让你死个明白。我爹真是你杀的？不错，邱燕飞就是死在我的手上。他已经退出13衙门了，与世无争，又没拦你的路，你凭什么加害于他？是啊，既然已退出了13衙门，与世无争，为何还要在东昌府的事上处处与我作梗？那是因为他破解了你的风毒，不让你这个东西继续害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就凭他那能让死人开口的本事，我怎么能让他在我的视线中存在呢？你说呢，臭丫头？你个阉狗！放肆！臭丫头，你弄脏了我的衣服。孟楠，孟楠！臭丫头，挺狠啊！找
孟楠，你没事吧？对不起，我来晚了。你怎么来了？我答应过你，要帮你为父报仇。又来了一个送死的。好，那咱家就成全你们。吃手宰了他！孟楠，让我来。王秉忠，你我同朝为官，本应合力报效朝廷，可你为了一己私欲，私自雇养杀手，无恶不作，罪大恶极。我今天就要替皇上铲除逆臣贼子，要了你的狗命！小子，我小瞧你了。我不是没有给过你机会。孟楠，你受伤了？为了你，这都不算什么。你怎么这么傻呀？我一点都不傻，这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正确的事。为什么？因为我喜欢你，真的很喜欢。谢谢你。走。老爷，我们这次是真的回京城吗？
是啊，再不回去，就真没法向皇上交代了。可葛春和项武还没有下落，这走了心里啊也不踏实呢。放心吧，有秦朗跟子枫的，啊，放心。大人，王秉忠死了。嗯，真的假的？真的。傅大人，出什么事了？何大人，王秉忠死了。王秉忠死了？怎么死的？傅大人说他死了，他便是死了，怎么死的不重要。对呀，我怎么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呀？反正他是开不了口了。好事儿。老三在。明天去酒楼备一桌上好的酒席，我要给何大人饯行。是大人。何大人，这下放心了吧？嗯。那京城的事情就拜托您了。拜托可不敢当，傅大人，咱自家的事儿，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你是谁啊？你怎么会在这儿？大哥，你来这儿干什么？大哥，他是谁啊？为什么把他关在这儿？别管了，跟我回去。大哥，这三妹这是怎么了？他发现那个疯子了。啊，这该怎么办呢？哎，要不咱把那疯子扔后山喂狗得了，省得在镖局里边回头惹麻烦。我们只谋财，不害命。他与贾德才的恩怨与我们无关，我们不能害其性命。再说了，你可别忘了，已经跑了一个。如果贾德才管我们要人，我们怎么办？贾德才这个家伙真不是个东西，弄这么俩疯子扔咱们镖局，这是何居心？反正不是什么好事。这两个疯子攻击性极强，像野兽一样凶猛。逃跑的那个伤了我们好几个人，差点出了大事。你们俩这是干什么？给我！我要玩。叔叔他不给我们玩。不是，我怕炸着他们。不是你们俩都多大了，跟俩孩子抢炮玩？哎，你不知道哥，这是我跟伍子刚刚研制出来的信号炮，你刚才听见了没？听见了没？怎么了？哎，好听不？就跟鸟叫似的。下次你要是找不着我俩，只要听见这声，马上就能找着了。葛春儿，
你在这儿干嘛呢？葛春儿，疯了你！葛春儿，你怎么来了？这不是说话的地方，带他走。当时他们拿项武威胁我，是我一个人意气用事，才弄成今天这个样子。行了，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当务之急是让葛春儿尽快醒过来，只有他最有可能知道项武的下落，甚至更多线索。刘大人已经在回京的路上了，咱们一定要尽快拿到账本，否则局面对咱们很不利。账本儿，对，登封镖局的账本。这登封镖局是日昌钱庄的专用镖局，钱庄里面所有的银两去向都会记录在账本里。只要咱们拿到账本交给刘大人，刘大人就会上报皇上，继续追查下去。到时候铁证如山，傅国泰就难逃法网了。你说葛春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啊？他就像疯了一样。他呀，8成是中了蛊毒。蛊毒？对。我师父有一个朋友，之前在暹罗学过蛊毒。他说过，这蛊毒可以侵蚀人心，控制人的意志，让人像行尸走肉一样执行命令，杀人，甚至自杀。可谁会这么做呀？我觉得一定跟13衙门有关系。这王秉忠虽然死了，不过中蛊毒的人，蛊毒不会自动清除，之前下达的命令还会持续，所以得找个懂行的人帮忙。你认识这样的人吗？我师父的那位朋友，我记得他现在应该是在三仙山。我可以子枫，我没事，请捕头。这样，我现在启程，去三仙山找我师父的朋友帮忙。你留下照顾葛春儿，咱们一定要尽快拿到账本。你内伤很重，一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快去快回。好，你们保重。你饿了吧？我来给你送点吃的。来，你慢点吃，别噎到了。你到底经历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把你关在这儿？给我弄点水喝。什么？水。哦，水。你怎么了？你没事吧？醒醒！什么情况？这锁谁开的？锁怎么开？
谁在里面？死疯子，又给我装死是吧？啊，老子睡个午觉都不得安生，这就送你去见阎王。住手！你想干什么？哎呀，大哥，还留着这疯子干嘛？弄死他算了。我跟你说过，我们只谋财，不害命。我说的话你怎么就听不懂呢？大哥，你是真不明白吗？啊，贾德才那伙人大势已去，肯定玩完，咱们还押这趟镖有什么意义呀？啊，你什么意思？哎，咱们押的银子是贾德才为他主子从山东老百姓身上抠下来的。贾德才这伙人把弄到的银子让咱们各地的镖局统一送到东昌府的秘密炼银厂，然后再把这些有印记的银子通通融成新的银块，这样就能秘密送入那些地下的银厂。你真的不知道？只要不牵扯到我们就行。我说过，押完这次镖我们就离开。以后就算贾德才还能在山东呼风唤雨，这也与我们无关了。行了，别说了。车装的怎么样了？早装好了，只不过不想送到东昌府了。你想干什么？大哥，那可是几千万两银子，你就不心动吗？啊！别说了，你要是敢这么做，别怪兄友不讲情义。你还知道我是兄弟啊？我干了这么多年，我得到什么了？啊！目光短浅，胆小如鼠，你是怎么当大哥的？你怎么跟我说话？你要是不同意，可别怪我不客气了。你想造反不成？这可是你逼我的。你是？劳驾问一下，这黄婆婆是住这儿吗？你谁啊？找我师傅做什么？啊，在下是叶明飞的徒弟贺子峰，我这次来是想请黄婆婆出山帮一个忙。叶明飞不是死了吗？家师确实在3年前已经过世了，不过我现在有个朋友中了蛊毒，非常严重，危在旦夕，还希望你能帮忙通报一声。你是叶明飞的徒弟，那你应该知道呀。啊，是，我的确知道，家师跟黄婆婆之间有一段恩怨，不过这人命关天，还希望黄婆婆能够不计前嫌，救人性命啊！你别喊了，你误会我的意思了。自从你师父叶明飞去世之后，不过半年时间，家师就因抑郁成疾，驾鹤西游了。啊？嗯。明天这趟镖可以说是非同小可，这是我们镖局成立以来最大的一趟，所以你们都给我提起精神一些。谁要是犯了错，可别怪我老二不讲情面，都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二当家的，二当家，哎，不好了，不好了，大当家的出事了，在哪儿？快带我去。是。大哥，这谁干的？这谁下的毒手？二当家的，这一定是那疯子干的。疯子，他人呢？这疯子呢？把他给我找出来，就算掘地3尺，我也要把他找出来，打成肉酱喂狗。去。那疯子呢？我不知道啊，我进来的时候只有大当家的尸体。可能啊，他
还能跑了不成？他的腿还被链子拴着呢。莫非他是庄夫？哎，二当家的，三小姐也不见了。不可能吧？今天中午，我看到三小姐拿着一个食盒从院子里走过，会不会是她把疯子给放了？中午？对。完了，那岂不是都让他看见了？那怎么办？快去找啊！哎，你干嘛？哎呦，你吓死我了！你还吓死我了呢！这干嘛呀？这是？你受了很严重的内伤，我在给你治病。哦，那你治病就治病吧，你乱翻什么呀？我找镯子，镯子。镯子？是这个吗？对，就是它。给我。给你。哎，老板，给我2个包子。好嘞。谢谢。行，慢走啊，姑娘。走。做的包子。大哥，进来吃点东西吧。来，快！妹子，我不能吃了，我现在觉得我身体里面全是虫子，我吃了东西它们会更活跃，我可能会死会疯掉。可是你不吃东西，你会饿死的呀。我宁愿饿死也不能伤及无辜呀，妹子，你快走吧，别管我了。我不能丢下你不管，要走我们一起走，一定会有办法的。那个人，他连你亲生大哥都不放过。他们现在就在附近找我们，我得去引开他们。哎，别去，妹子，太危险了。大哥，你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这个账本，你帮我保管好。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相信我。哎，妹子，你叫什么名字？梁小蝶。人找到了吗？没有。 2个废物！人在那儿呢，快追！站住！别跑！站住！站住！ 别跑！站住！站住！去！放开我！我求求你们了，放了我吧！放了你！放了你，我怎么和你2个交差？别走！我不能跟你回去！放开我！姑娘，我方便进来吗？你怎么还在这里呀？ 我告诉你，姑奶奶，我生气了。你就算赖在这里也没用，我不会跟你走的。这个，我就是想……我不管你什么御钱不御钱，带刀不带刀。是。弄坏了我的镯子，你就得赔。是。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有招想招，没招死去。赶紧给我想办法去。对，姑娘，你看。 你不是得到了那黄婆婆的真传了吗？
你就发发慈悲，跟我下山救救我那朋友。救好了之后，那别说一个镯子，金山银山我都给你安排。你这吹牛吧你！金山银山，赶紧给我滚下山去！我告诉你，我是得到了我婆婆的亲传，我的脾气也是亲传的。我要是不满意，你就算是10头牛，也拉不动我。啊，这个，葛春儿，走了。好，那现在你可以跟我走了吧？快走快走，来不及了。坐下。又怎么了？我还没说完我的条件呢。不是，还有条件呢？我那么贵的镯子，当然不是一个条件就能搞定的。好，好，好。行，你还有什么条件？一并提出来。给你朋友治完伤之后，留下来陪我。那不行，这怎么可能呢？这是胡闹，这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就算了。不是，这个我有重任在身呐，那我的身份你也清楚，要我不回去，那朝廷要出乱子的。你怎么是个木头呀？你哄哄我呀！你实在不行，你骗我也行呀。不是，姑娘，你别哭了，姑娘。好了好了好了。我叫凌云。好，凌云姑娘，那好，我答应你，只要你帮我把我朋友治好了，这2件事我答应你，行了吧？葛春儿，葛春儿，葛春儿。哎呀，一个女孩就别抽烟了，不好看。我愿意。姑娘，这是什么呀？糖葫芦，来一个吧。哎呀，一个冰糖葫芦，你又不是没吃过。给钱。给，谢谢。咱们走吧。哎呀，第一次下山，你还不允许我好好看看？是，那能不能办完正事再看呀？已经来不及了。我饿了，走不动。又饿了，那咱回到住处再吃，啊？先吃饭吧。哎，那咱们边走边吃，这行了吧？也行，那就他吧。姑奶奶。老板，给我拿2个包子。好嘞。快！谢谢。哎，谢谢啊，给您。慢走啊。人呢？葛春儿，葛春儿，醒醒！葛春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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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他中的是众神蛊毒。葛春儿，葛春儿，葛春儿，秦捕头，干什么？哦，这位是我请来帮忙救葛春的，凌云姑娘，她怎么样了？他没事了，已经吐出来了。真的呀？给你包子。太好了。哎，秦捕头。这项武有消息了吗？还没有。再找找吧。
中蛊之人会神昏、进藏，眼见血鬼形，耳闻血鬼声，还可使其产生自杀的念头。特别是下蛊之人，可以在子时直接操控中蛊人做任何事情，包括自杀。一定是13衙门干的。这王公公已经死了，还有谁会邀功杀人呢？你说的没错。哎，那他怎么样啊？什么时候能醒过来？你们看到之前他吐掉的黑色颗粒了吗？那些就是幼虫，成虫已经化成水了，你们看不见。你们放心吧，再吐一次，睡一觉就好了。哦。贺子峰。啊？蛊毒已经解了，跟我回去吧。不是，我还有位兄弟，也中了这种蛊毒，这咱们得等他回来，看情况再做下一步打算吧。哎，你是不是得寸进尺了？不是，我没有，不是，真的，我真的有位兄弟，那个项武嘛，对吧？那他身处险境，我总不能坐视不理，一走了之吧？子枫，你要去哪儿啊？哎，不是，没事，你别问啊。他答应我的条件，我才会下山帮忙的。不是，现在他出尔反尔，你说这事该怎么办？什么条件啊？不是，你不用给他看，他干预不了。喂，那个，小孩子之间的。签了字画了押就是我的人了。那不行，我的事儿还没处理完呢，反正我不能走。行，蛊虫我能解，我也能放。这样吧，那我给他放进去吧。别，那个，这样吧，等我这兄弟醒了之后，我问问那个项武的下落，到时候我就跟你走。哎，是想用拖延战术吧？那就等他醒吧。我倒要看看你还能再耍出什么花样来。小蝶，你就把那账本给哥吧。啊？我没有拿账本。傻丫头，那账本要是让坏人拿了，咱们一家老小可性命不保啊！坏人？你丧尽天良杀了大哥，你还有脸说别人是坏人？他那是咎由自取，你知道什么？他差点就把整个镖局毁了。一个破镖局，难道比亲人的性命还要重要吗？他这么喜欢大哥，就成全了他。这愣着干嘛？带他去大哥的新家。小的明白。吐，使劲吐。你们两个大老爷们儿跟个老妈子似的，太有意思了。好了，你们的孩子已经醒了，全家幸福团圆啦。对了，是不是还有一个叫项武的？哥，快去救五子！我们被下药以后，被关在了一个小黑屋里。药劲发作的时候，简直让人生不如死。那天我是跑出来了，但是五子又被抓回去了，他肯定会折磨死他的。既然你们被13衙门下蛊了，那他们给你的指令是什么？杀了刘大人，还有你们。哦，还有镖局的人。杀镖局的人，一定是账本引起的祸端，所以他们要杀人灭口。够阴的呀！我现在就去镖局，把项武救出来。你是不是傻呀？用脑子好不好？干嘛非要用硬的？你这是要帮我们呀？本姑娘现在心情又好了。那你想怎么办？去抓一个镖局的人过来，给我玩玩。我求求你们了，别再折磨我了！我这儿有银票，
都给你们，都给你们。说，项武在哪儿？你说的是那个疯子吧？废什么话，快说！他被三小姐救走了。那三小姐又在哪儿？三小姐被弃在梁家的祖坟里了。把亲妹妹给弃坟里了，她图什么呀？这三小姐拿了镖局的账本，二当家的想要，但三小姐不给，所以就……哎，对，三小姐肯定知道项武的藏身之处，你们可以找她呀。在梁家祖坟，咱们快去救她。是。葛春儿，你们受过的罪，让他也受一遍。好，那他也尝尝这个蛊的滋味。别！我求你们了，求你们放过我，放过我，我求你们了。跑哪儿去了？天马上都要亮了，要的账呢？说话呀，哑巴了吗？听不懂我说什么是吗？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要干什么？快放下！把你放下！放下！姑娘，醒醒！你们是？我们是项武的朋友，你知道他人在哪儿吗？快去救他！在城外小路第一个岔道路口中间的树林里有一个草棚，他就在那儿。走，带他去医馆。好。不用了，谢谢。镖局的银子就在这坟的下面，快去救他，快去！姑娘，姑娘，姑娘！项武，武在。来。吐干净了吧？好了，现在他的毒也解清了，好好休息休息吧，很快就可以生龙活虎了。谢谢姑娘。子枫，根据账本所示呢，地下炼银厂的确切位置就应该在东厂府。但是登封镖局内讧一事，定会打草惊蛇。我想是这样啊，从明天起，咱们两个兵分两路，我带着账本到京城找刘大人，你呢就带着葛春项武，一定要尽快找到地下炼银厂的确切位置，不要打草惊蛇，搜集证据就好。注意安全。可以。那你也多保重。好酒好菜你准备好了没？你帮了这么大的忙，好酒好菜算什么呀？你想吃随时都有。那差不多。贺大哥，小蝶姑娘她在哪儿？我要好好谢谢她。是这样。哦，那个小蝶姑娘啊，她走了呀，她回婆家了。她已经嫁人了吗？不然你以为呢？那她有没有说什么啊？有啊，当然有，不然怎么找到你的呀？就这些吗？她说账簿在你的手上。还有吗？没了，傻小子，好好休息吧。我不管你了，
我要去好好吃一顿。范子峰啊，我们俩的事儿可要好好聊一聊。走，去喝几杯。还跟我聊一聊？你让我去我就去啊！你俩欠我的。哎，二位菜齐了啊，慢用。好，谢谢。看得出来，香武是真的很喜欢小蝶姑娘。那肯定啊，患难见真情嘛。真是太可惜了。是啊，不过你还挺善良的。如果香武真的知道真相的话，肯定承受不了。那你呢？我什么呀？我要是不在了，你会伤心吗？你怎么说这话呀？多不吉利啊！呸呸呸！不要装傻。契约的事情你又忘了？凌云姑娘，是这样，我随刘大人来到山东，就是要把那些贪官污吏绳之以法，还百姓安稳太平的生活。所以我不能。打住！我不想再听这些大道理。我没你那么伟大，我只懂一件事情：我喜欢的东西，我就一定要争取。对，无可厚非。但是你可以，我不行。我是男人，男人必须以大局为重。你是怕我也像项武一样？什么呀？怕得知真相会伤心呀？伤什么心？我想知道，你心里的那个人究竟是谁？梦南姑娘，我要娶你，我会帮你爹报仇。梦南。梦南，原来他叫这个名字啊！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师父，我要是坚持下去，结局会不会和他一样？会不会和你？我们师徒肯定都是中了情蛊了。
怎么样？身体还行吗？没事了。贺大哥，你昨天晚上在外面睡了一夜？哎，像我，你好多了吧？都好了。哦，哎，这凌云姑娘呢？她昨天晚上就走了？走了？啊，那没说什么吗？她说让你以后好好善待梦楠姑娘。还有，千万别负了人家，祝你们幸福。不是，她怎么知道梦楠的？你们说的？不是。好吧。收拾行李，咱们现在启程。去哪儿啊？东昌府。跪！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众卿平身。谢皇上。刘墉，你回来了。启禀皇上，臣今早回京，便来早朝了。那就好。朕还以为你在山东走丢了呢。启奏皇上，臣老家就是山东，走不丢。那你的意思是，钱公公的腿没你快吧？那就是钱公公的事儿了。刘墉，臣在。朕念你在山东惩治腐败有功，所以招你入京，官复原职。你倒好，跟朕耍起了架子，拒不接旨。你这是想欺君罔上吗？臣不敢。启禀万岁，老奴以为……滚出去！这。刘墉，朕问你话呢。启禀圣上，臣并非有意抗旨，实是事出有因，不得已而为之。什么原因啊？臣彻查山东布政使臧海坤一案，有诸多嫌疑，另有隐情。什么隐情？臣有密奏。我说你怎么回事啊？你回来得告诉我一声，这打我一措手不及，皇上急了，这怎么办呢？我真想给你个大嘴巴子。六王爷，哎呀，陈公公，六王爷，您怎么出来了？我没事了。嘿，什么叫您没事了？这不正上早朝呢吗？我知道上早朝，我没事了。哎，陈公公，你想想，太后她老人家这个时辰起床没起床啊？哎呦，哼，这可不好说，奴才也不管这块儿啊。哎呦，不行，
我得去寿康宫那儿伺候着啊。好了，走了。六王爷走好。哎。刘墉，你说山东巡抚傅国泰是臧海坤贪腐案的幕后主使？是。你说傅国泰利用赌场、青楼，甚至是鸦片，大肆敛财？是。你还说傅国泰窝藏朝廷通缉要犯，并暗中培养排除异己的黑恶势力？是。证据呢？臣没有证据。刘墉啊，刘墉，你没有证据就信口雌黄、胡说八道，你是不是觉得欺君罔上的罪名不够，还想加上一条陷害忠良啊？臣不敢。那你什么意思？启奏圣上，臣的本上写得很清楚啊，臣所写的一切都是臣自己的猜测，并无实据，但是苗头指向不容小觑，所以还望皇上容臣继续查下去。待到水落石出，真相大白，还傅大人一个清白。哟，小邓子，嘿，哟，快来！哎呀，六王爷，奴才给您请安了。快起来！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啊，见了本王甭这么客气啊！我跟你打听打听啊，太后她老人家。这时候起床没有？早就起来了。哦，对了，六王爷啊，我刚刚碰到您府上的一个管家，说府上来客人了。这大清早的谁来了？说是一个姓莫的，然后我还告诉您，让您早点回去。我那鸟来了，那我得回去。哟，我就在这儿给太后请个安吧。哎呦，哎，王爷。回见啊！鸟？这姓莫的是什么鸟？还能做客？哎，这六王爷到寿康宫干嘛来了？好吧，怪朕没有看清楚。不对，怪朕没有看完，错怪了你。但是朕可是连夜把那些个折子都给看完了的。钱公公，奴才在。把这些个折子送给刘爱卿，让他好好看看，盯着他，让他从头看到尾。这。刘大人，皇上说了，让您必须从头看到尾。遵旨。有劳钱公公。哎，没事。你就翻过来，翻过来。您这是？刘大人，您这是干什么呀？启奏皇上，臣看完了。你看完了？您这是从头到尾都看完了。皇上，刘墉撒谎，他只是看了个头，又看了个尾。这是不是从头到尾啊？您这是？我问你，是不是从头到尾？皇上。好你个刘墉，你和朕偷奸耍滑是吧？好啊，既然你已经说了，从头看到尾，那你就跟朕说一说，这些个折子里头到底写了什么？是，启禀圣上，这些折子说的也就是山东境内的官员弹劾臣的供状吧？
那你具体说来听听。是皇上。臣虽然没有仔细看，但是无非也就是东昌府知府，他能奏我什么呀？啊，对了，我确实是没有跟他完成交接，影响了公务的进行。再有，济阳知府能告我什么呀？扰乱公务，私设公堂，差不多了吧？肥城知县顶多也就是告我一个纵容手下行恶，差不多了，皇上，大概就是这些。不过刚才微臣数了一下，一共好像是23个。好，23个并不算多。整个山东省能给朕上折子的大小官员算起来，也不过180个。这23个还真不算多。启禀圣上，确实不算多，因为以微臣算来，要是这么奏的话，怎么也得再加17、18个才能差不多。好你个刘墉，你还是想凑个整数是吧？朕告诉你，这些个折子里面，只要有10条是真的，朕就可以砍了你的脑袋。启禀皇上，问题是这些折子里的供状，还都是真的。好，刘墉，既然你承认都是真的，那朕就成全你。来人呐，在，摘去刘墉的顶戴花翎，推出午门，斩首。谢主隆恩。哎，好，这真是好鸟啊！听着玉儿，这动静，有这么一种这个清凉之意呀！好，真好。王爷，这鸟声音虽好，可这色泽嘛，稍微差了一些。那正常。老话怎么说呀？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那鸟亦当如此。择其而用之，老天的造化了。哎呦，你看这，你看，哎，王爷，小的认识一种鸟，不仅语色上等，叫声绝佳，哎，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引人入梦，令人流连忘返呐。多少钱我要了？王爷，钱不多，主要是不好养。这怎么个不好养法啊？哎呀，这种鸟啊，特别娇气，它需要自己的生活环境。生活环境？哎，我这环境不成吗？把院子改了吧。嗨，王爷，您这环境当然好，可是它不适合这种鸟啊。我知道一个特别的地方。哪儿啊？王爷有兴趣，带您去看看。那当然有兴趣了。孙子，哎，叫他们把这鸟给我看好了啊。就赶紧了，走了。小刘子，哎，把这鸟给王爷罩上啊。好嘞。哎，哪儿啊？哎呦，六王爷，这小子谁呀？程掌柜的。掌柜的，王爷来看鸟，鸟呢？哦，鸟在里边了。王爷，请。请王爷。请。哎呵，啊，走。哎，王爷您慢点啊。哎呦，嘿，我这没见过呀，是不是啊？西洋的玩意儿啊。
还哈喽呢！哎啊，哎，哈喽，你这有意思。哎，莫三儿，你小子嘿，行。哎，回头我得给你赏钱啊！今天真是没白来呀！哎，你看，哎，这个真是有办法，你们啊！六王爷，怎么样？我没骗您吧？哎呀，好，莫三儿，真有能耐，有本事，有本事。你看王爷多开心呐！哎，你这什么鸟啊？这是？哎呀，你们这是谁想的主意啊？稀奇古怪啊！有赏，有赏！小六王爷，跟你他娘的说了多少次了，不要在我前面加个小字，我才是真正的六王爷。是，您是六王爷，您是六王爷，小的知错了，小的知错了。去！六爷，您这儿没什么事儿了吧？没什么。那老东西怎么来了？那是我们掌柜的一个朋友。朋友？什么朋友？这小的就不知道了。真不知道？真不知道。哎，六爷，您这是怎么着？见你们掌柜的都不行了？哎呦，不是，六爷您误会了，小的不是这个意思。咱这儿不是也有规矩吗？狗屁规矩！爷可是当今圣上的亲弟弟，大清朝唯一的六王爷，所以本王就是规矩，知道吗？知道，小的知道。告诉你们掌柜的，他爱巴结谁巴结谁，本王不管，但要坏了本王吃鱼的心情，别说你一个小小的鱼池，就是10个鱼池也他娘的给他掀了！哎呦，六爷恕罪，一帮狗奴才恕罪。何大人，这干什么？啊？看你们那个凶神恶煞的样子，到53刻了吗？圣旨下来了吗？都盼着刘大人死，是不是？站远点儿，给我搬个座。是。哎呀，刘大人辛苦了啊！好说好说。大人，刘大人啊，本来呢是想给您也拿个座啊，可是这么多大人看着呢，不合适。心领何大人，我这还可以。海涵啊，海涵，好说。哎，何大人，这有个不情之请啊。您说，我这跪一上午了，我跟地下坐会儿行吗？您随意。多谢。哎呀！刘大人，刚才我就看着您，一直看着天上，您在看什么呀？何大人啊，我这看看呢，这一会儿就上去了，我看看天上的道啊，我别再走迷喽啊！刘大人呐，听您这话的意思，您还要上天呢？那怎么着？您说，有您何大人在这儿，这下18层地狱也没我的份儿啊！刘大人呐，刘大人，您这心是真大呀！都这个时候了，还说俏皮话呢？何大人，别逗了。那您说怎么办呢？现在，何大人，
说句良心话，您觉着今儿皇上还真能把我给砍了啊？怎么着，刘大人，您这是真害怕了？何大人，开什么玩笑？掉脑袋的事儿，谁不害怕呀？要这样的话，那我给您交个实底啊。刚才宫里来人，您猜他跟我说什么了？说什么呀？您的岳丈六王爷家里来鸟了啊，所以他根本就没去见太后。完喽完喽完喽！但是，好像婉儿哥哥去了。那管什么用啊？可是呢，啊，我听说这个太后老佛爷他一早到庙里礼佛去了。这婉儿哥哥八成也没见着他。哎呦，何大人，咱说话别大喘气行吗？这一会儿再把我吓死，您这……还有还说这皇上正在拟旨呢。刘大人，您说没人去给您求情，那皇上此刻拟的旨，是要放了您呢，还是要砍了您呢？你问我呢？何大人，现在是我要砍头，我哪儿猜去我？行啊，刘大人，我一直以为今天就是唱一出折子戏，皇上怎么舍得砍您呢？对不对啊？就这53刻没到的时候刀下留人就把您给放了。可直到刚才宫里来人，这才让我觉得是吧？刘大人，您如果还有什么后手，您跟我说一声。这么多人瞧着，您别让我一会儿下不来台呀！何大人，您这么说话可就太没良心了。我这被绑着拴着跪一上午，你让我猜，我哪儿猜去呀？啊，这就是真的，您觉得像折子戏吗？这个。对不起啊，刘大人，对不起，我没忍住。不是你既然这样，宠辱兄，何某就跟您掏心窝子说几句。您说。您说，咱们同朝为官斗了这么多年，要今儿您真的被砍了，我这心里还真舍不得您。您说您何必这么较真呢？皇上他不让您查富国泰，那自然是有皇上的考量，他都已经给您台阶了。您说几句软话，您下了这台阶，何某和满朝文武为您一求情，这事儿不就过去了吗？可您倒好您非要以死相逼您说，今儿要真把您砍了以后我上朝我看不见您这副嘴脸，我得有多寂寞呀！您这就是兽性老上吊，您嫌命长啊！何大人听您这一番话呀，我心里明白了。想我刘墉为官这么些年没想到我还真能遇见明白人。行了，刘大人，都这个时候了您说这拍马屁的话没有用。再说我也没有您说的那么明白。我有什么明白的呀？何大人，我说我遇见明白人，我没说遇见您了。把座撤走。是。不知为何呀，每次到你这里来，我这心里头都是十分的愉悦。黄先生日夜操劳，难逃尘嚣纷扰，来此清静读书之地，故而悠然自得呀。你说的有道理。魏院长，什么事？莫先生送过来6条鲤鱼，说是给学生改善伙食的。我过来问一下您，是清蒸还是红烧啊？清蒸吧，火候小点。哎，我知道了。
魏院长，为何你的书院里还有如此相貌丑陋之人呢？黄先生，此人程八尺，是我的一个同乡。别看相貌丑陋，可是却有一手极好的厨艺。前些时过来投奔，我就把他留在书院的后厨了。厨艺好也不成啊，就这张脸，看着就反胃。是，就你话多。奴才多嘴。黄先生，请。国丈大人，国丈大人，圣旨到了。到什么？还没信儿呢。那就劳烦何大人多盯一会儿。待会儿圣旨到了再叫我啊。不是，爷俩就没一个好东西。啊，爷儿俩就没一个好东西，那就请何大人不要同流合污了啊！不是啊，国丈大人，我刚才说出声了吗？我还以为我就是心里嘀咕了一句呢。挑个时候到我那儿拿走你写的那个字据啊！国丈大人，您看您这话说的。我还不是看您挺无聊的，我跟您逗逗闷子，逗您玩呢嘛。是这么回事儿。以后没事的时候，少跟我逗着玩。这人呐，一上了点岁数，他不识逗啊。行，下次一定注意，一定注意。何大人，什么？皇上出宫了？开门！谁呀？开门啊！来了！秦大哥，你怎么来了？出什么事了？你怎么穿成这样了？给老爷办丧事呢。哎，我没说完了。多放点啊！秦大哥，你看，秦大哥。秦老回来了。大人，秦老回来晚了。你不是说好要一起办案的吗？你怎么能丢下我们就走了呢？你们两个是怎么办的啊？我这就几天没回来，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们两个干嘛吃的？夫人，老爷是怎么死的？谁告诉你老爷死？夫人节哀，您的心情我能理解。您就说吧，老爷到底是怎么死的？
怎么死的？谁跟你说老爷死了？你刚刚在门口不跟我说老爷死了吗？我的意思是，俺现在办的这个事是老爷死的事，但是老爷人没死啊。什么意思啊，夫人？皇上下了口谕，说要斩了老爷。那老爷不还是死了吗？哎呀，这只是口谕，圣旨还没下来呢。老爷没死。死胖子，我告诉你啊，有些玩笑能开，有些玩笑不能开。你刚才说什么呢你？那是你自己没听明白，你赖我呀！谁没听明白？你刚才怎么说的你？我……哎，行了行了，别吵了。皇上不会斩了老爷的，他要是想斩老爷，干嘛要把老爷派到山东去？他还留着老爷有用呢。再说了，这不还有我爹呢吗？虽然他平时糊涂啊，但这关键的时候他不会糊涂的，放心，死不了。夫人，那咱这铁盆还续吗？东西还买不买了？这当然了，当然要续上。这声势啊，办得越大越好。虽然老爷死不了，但没事干嘛要把老爷推到午门去，晒上一天啊？这事办得不厚道，丧气。七仔，哎，把消息都给我放出去，让大家把请柬都送出去，让文武百官都看看这忠臣都什么下场呀？看大家以后还敢办正经事儿吗？夫人，消消气，七仔这就去。夫人，咱还请厨子摆席不？这个就算了，太贵。哦。秦朗，你也奔波了一路了，刚刚又受了惊吓，喜儿，赶紧送进去暖和暖和，给他准备点吃的喝的。哦，秦大哥，是。哎呀，刚才都是误会。行，我自己会走。哎呀，快走吧。火盆里的火不能停啊！倒点茶，喝点水，暖和暖和啊。皇上，心不静啊。魏院长，哎，皇上，朕心里有件事，想问问你有什么看法？皇上，请讲。近日朝堂之上有人状告国舅，说他贪赃枉法、徇私舞弊，而且总之都是十恶不赦之事嘛。于理来说，朕应该大义灭亲，法办国舅。可是于情而言，朕应该顾及皇家的脸面，不予追究。你说朕该如何办才好啊？皇上，这……魏院长，朕之所以愿意来你这里，并不是因为你的书法造诣如何了得，最关键是因为来你这里，你我不必拘泥于君臣礼仪，更不用虚假客套。所以，有什么看法，尽管说。是皇上。以草民之见，跟皇上心中答案相同啊。你知道朕心里有什么答案吗？舍得，有舍才有得呀。这个道理，朕自然明白。可是，一边是忠臣良将，一边是皇亲国戚，朕应该舍谁，
又该得谁？舍奸邪，得忠义呀。你的意思是要朕大义灭亲吗？不，皇上，国舅爷虽然王法，但毕竟是皇家之人。正如皇上您所说，牵扯到皇家脸面，不可轻动啊，只需暗中警示其，予以收敛即可。故而国舅应得。而那告状之人，既然敢于直言进谏，想必一定是国之栋梁、忠义之士，所以也是应得呀。魏院长，刚才你说要舍奸邪得忠良，可是你的这番话里头没有奸邪之辈呀。皇上，奸邪并非是人，而是权。有道理，有道理。魏院长，你果真是知识渊博，一语道破天机啊！皇上过奖了。好，朕就再试试这“舍得”二字。圣旨到！接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督察院左都御史刘墉奏山东巡抚傅国泰贪赃枉法、徇私舞弊一事，朕思量此事虽无证可佐，但言已出，又关忠臣名望，故不可了事。先命九门提督和珅为钦差，前往山东调查此事，有之严惩不贷，无之则为正名。另山东各部官员弹劾刘墉玩忽职守一案，经查大部属实，但其认罪且无狡辩，是为悔过之心尚存，又念其以往之功绩，故免死罪，贬为庶民，钦此。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哎呀，哎呀，刘大人，哎，哟，何大人，哎呦喂，何大人，这一上午您陪着我得多辛苦啊！我这职工之令给您行一个啊，我这……哎呦，行了行了行了，宠如兄，您就别逗我了啊！我找您呢，是想跟您说点正事儿。何大人，您这就玩笑了。您朝堂一品大员，我普通老百姓，您能有什么正事儿啊2斤大红袍，我跟您说一件事儿，您帮我分析一下。那行。宠如兄，哎，皇上派我去山东查傅国泰一案，您觉得他是真的想让我去查案吗？何大人，这不是明摆着的吗？皇上不想办傅国泰啊，此事事关国家颜面，他就这么点事儿。要是依您所言，事关国家颜面，那这案子不查不是更好？可是，在朝堂之上，他把您……哎呦，行，何大人，您这嫌我没死呢？您这刘大人，您就别逗我了，您死不了，护城河里的王八死了，您都活得好好的，命长着呢。嘿，何大人，您这怎么说话呢？您这是，你要是这么问我，我得问您一句了，您是不是做贼心虚啊？我做什么贼？我心虚什么呀？那您心里还不清楚您心虚什么吗？您是担心皇上啊，把你跟傅国泰当成一头的了。
如果要是那样的话，拿这事儿一试探出来，皇上他就这不是一锅端了吗？是不是？刘大人，您不要胡说八道啊！您别吓唬我呀！咱不奏了，不奏啊。2斤大红袍。2斤。哎，何大人，您怎么忘了刚才圣上是怎么说的？圣旨上说。左都御史刘墉奏山东巡抚傅国泰，贪赃枉法、徇私舞弊一事，是这么说的吧？没错，怎么了？说我时候怎么说的？就说山东各部官员弹劾刘墉玩忽职守一案，经查，哎呀，就这。什么就在这儿了？这还不明白吗？我那是案，您这是事。崇儒兄的意思是，皇上派我去山东，只是平事儿，不是查案。这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哎呀，崇儒兄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哎，谢谢。 2斤大红袍，得嘞。回见，回见，慢走。老爷，老爷，夫人说的准呀，你真没有死啊。夫人可好啊？好着呢。老爷，你在这里坐着干什么？上屋里头去吧。等会儿，媳儿。啊，咱们看看。 这有什么好看的？媳儿啊，什么人在活着的时候能看着自己的灵棚子，这不容易啊！看看，媳儿，这是你打的？不是，我没有打。老爷，要是我打的，我打的比这好啊。小胖子是你吗？ 他不是我，老爷，你可别开玩笑。老爷，这都死了，我也没见你把老爷那个锅给我发送。老爷，你要是真死了，我都想好了，我把那个锅带到身边，我在。你哭什么哭啊？老爷又没死。老爷没死，没死。 媳儿啊，你说人活100年，最后也就是这个。媳儿，你说人都有一死，那咱们这个案子是撂下不干了呢，
还是把它干好。老爷，咱不干了，幸亏没把你脑袋给砍了，要是砍了你的脑袋，你说咱这一大家子人家怎么办？我倒不这么想。你是怎么想的？既然人都有意思，要么不干，要么他娘的一竿子插到底。今儿啊，这是好木头。不是好木头，夫人说了，用好木头太浪费了，这只是个摆设。我觉着还可以点这个，啊，这个不好。今儿啊，老爷100年之后，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你就给老爷来这么一副，这个我看就可以。老爷啊，你别说那么丧气的话。这有什么？今儿啊，给我搬个凳子。哦。老爷进去试试。哎，老爷，传言说这活人不能进棺材，进棺材是忌讳啊。你听谁说的？我问你，这是什么？棺材。棺材。棺材，棺材，升官发财。老爷这就算死过一回的人了，以后就是百毒不侵，进去试试，就剩升官发财。我进去不进去？老爷，我扶你进去。抽开，抽开，好嘞。还挺好。老爷，你慢着。好好。老爷，六王爷来了。请啊。仙儿啊。明白了，老爷。姑爷，姑爷，我的好姑爷爷。我的好姑爷，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呢？你在满朝文武里可是个大忠臣啊！你这一走，奸臣当道，这皇上可怎么办呢？我闺女可怎么办？这不是守寡了吗？哎，你说我也是托大了。我这个时候，我看什么鸟？我的姑爷呀，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亲儿子呀！姑爷呀！这几年我待你一直不薄啊，你怎么就忍心任性往你走了呢？我可怎么办呢？我亏你可怎么办？这么想呢？王爷，您坐着，您坐着，没事啊。岳丈大人，说得好啊！别怕，别怕，我的。岳丈大人，小婿这厢有礼。不是，你这混蛋小子！紫菱你没死呀？嗯。一回来就装神弄鬼的，别把我爹给吓着。什么事？进来说。好。
岳丈大人请。我。哎呦，你个混蛋！王爷息怒，王爷息怒，息怒，王爷息怒，您里边请，您里边请。哎。